吃喝玩乐住机票全部我付，他就当做 mommy thank you。收银员他看住我，Why you gonna let her pay？ 我是一个 provider 的 mindset，bank 差不多要到0块了，还继续还。Hello， 欢迎回到 Kaki Chat， 我是 C， 我是 Zack， 我是嘉威，我是 Isaac。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感情应该50-50吗？太敏感了，这个话题很敏感，应该会很刺激。所以你们觉得感情的付出应该50-50吗？感情方面的话，没有所谓的黑或白，要分50-50。我觉得有些时候很难，因为就感情当中很多就是那种灰色地带。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男女平等，可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男的一定要爱我比较多。好像我发脾气的话，是你来哄我。那比如说金钱方面，你们觉得 first date 的话，应该谁付钱？我有挣扎过，因为以前的我会比较想要还钱，因为我觉得我赚钱方面是 OK 的。可是我现在今年，我就开始觉得说 ，OK， 我要让那个男生付钱，因为有一次我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男生就跟我说 ，OK， 我 appreciate that 你要还，可是其实你让我还的话，是对我的一份尊重，他会 feel good about himself。就有好几个男生就跟我说，你不要抢，因为如果你让我付的话，也代表说你喜欢那个 first date。我现在是比较同意说，就让那个男生付，反正他是一个 ego boost 来的，变 Iron Man 这样 ，Yeah like I'm powerful daddy，you know 。一直以来我都是 first date 都是我还了，我感觉是一个 gentleman 的action。我也是觉得身为男生，就是 for first date， 以我经验就是我通常都是付钱，但我的想法就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约会的时候就是很多因素，你又不认识对方嘛。所以我不要为了钱的问题妨碍到我们这段聊天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女生有那个行动，就是她主动是，来她去掏她钱包来，有那种挣扎，我觉得本身对我来说是很加分的。对对，最重要是。at the end 是我还钱，这样那对方不还钱的话，你觉得是一个 red flag 吗？我有遇过一个很 stingy 的，就有一个男的，我遇他第一次，我就有一点好感，我就见他可能差不多3-4次，那个第4个 date 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感，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要继续了，也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我就跟他 call it off。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跟你讨回来那个钱。他 send 了 Excel sheet， 他说你这4个 date 你吃了是这4个，然后有一个 date 他就没有喝酒，然后只有我喝红酒，他也放在里面，他也没有说50-50，他就说 if you don't mind， 他就说叫我还他。Oh my god！ 呀，这是可能我遇过最吝啬的。那你怎么办？你还钱了？也是还，因为也不是说我吃不起，然后我也是有我的自尊心。你花了多少钱？那个也差不多1000多块。呀，因为每一餐都是几百这样。那我也是了解啦，因为可能男生我觉得比较吃亏的是，你们需要就每个月掏腰包，然后你要去很多 dates 的话，你要一直还钱，所以我看得了解啦。所以我 just 还吧，我是觉得他很不酷咯。对。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接下来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 Excel sheet 了，对，这样哇，我感觉他很辛苦哎。可能我跟他住在家的话，我们有同一个屋子，他那个水电费他都要跟我说，你冲凉15分钟，我帮你写一下。我可能很难理解吧，因为你们吃3-4餐都吃1000多块，哇，我最贵是 Saizeriya， 2个人60块，我是 big spender。不可能，你那个 first day 你会带那个女生去 Saizeriya 吗？ Think about it, Saizeriya dates, man。那作为男生如果女生就是一直约你们出来，然后你们一直付钱的话，你会觉得他在利用你吗？其实我觉得就是付出比较多的人，通常都是对另外一半有好感比较多的那一方，所以说谁先认真，谁先破产嘛。Oh my god, so true。读理工学院的时候，跟女生约会，我们去看电影，到我们了就要付钱的时候，他走掉他直接就走掉。他就take it for granted。对，票是16块，然后他就走掉。那么也不是16块的问题，是那种行动。你走掉让我觉得有点反感。所以我觉得不可以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呀。我觉得那个有一点 not classy。所以还是那个男生主动，可是女生可能最基本就是可能等一下的那个饭后甜点什么让我来付，还是可能下一个约会让我来付。你有没有遇到那种就是把你当成理所当然的女生？有经验过一个，他们就讲他会还我，接下来的话好像回到家才还我，但是没有还。
我就是追他3个月嘛，但是他跟我讲，好像第2个月他就叫我不要追他，就不要浪费时间。但是那时候我还是舔狗嘛，所以我就继续追下去了。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你追他很久，然后你带他去 JB 啊？对，他就带了他的朋友，我也是带了我的朋友了，就是每个人去 happy 嘛。第1天我们就要去 club 了，第1天我们去了 club， 他就带了一个男的，就是跟他比较亲密的。这样第6感的话，我一看到他们的话，就感觉哎不对劲嘞。最让我失望的就是他追那个女孩子追的，那个男的就叫我出去找他，然后我就一个距离的默默的看着他，就是要他安全。那个男的他明明知道我在那边呢，他就开始抱他，然后亲他，在我面前。 Oh my god， 他是个吸尘机，他 vacuum cleaner 他。等到他们走了，然后当时我真的是我哭了。Oh no， 你很像那种第2男主角哎，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看那种戏，他们每次躲在那墙壁后面，就默默的在当你的守护天使，我就很这种最吃亏的。我希望你现在不是这样。但是想起来了也是不能完全怪他，也是因为他已经提示了嘛，对不对？他已经 hint 了，就是说不要再追他。他讲他 not ready， 这样我就舔狗就是一头塞进去了，也是怪我自己了，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 lesson。那在恋爱当中，你们会怎么付钱呢？我通常是 pay wave 啦。我比较50-50的一个人，就是你在追我的时候，其实我会 expect 你to 来还多一点。可是你追到了后，然后我们真的在一起，因为你现在是2个人work towards 那个未来 ，right？ 所以是认真的，所以我会真的去想 ，OK， 你赚多少，我赚多少，我的开销多少，所以我会觉得要平等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从我们的父母年代来传下来，就是以前女生会比较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父母年代会说 OK，so breadwinner， 就男生要比较养家一点。可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现代摩登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可能有些女生还赚比较多。我没有必要说要一个 provider man 了。你有最多为你的前任付过多少钱吗？有一个前任，那我跟他去巴厘岛，因为我就想要 clock miles on 我的那个信用卡，所以我就从头到尾全部付到完，吃喝玩乐住机票全部我付。然后2个人加起来可能都5位数了，然后就飞回来后，那他也没有 offer to pay， 他就说 OK next time 我们 travel， 那我还多一点哦。那他 just assume that 我不会跟他讨回，所以我可能帮他还了要5-6千块，他就当做就完了后回来就当做 Mommy thank you。哇哦，你家有缺男佣吗？我星期1到3我是蛮有空的。其实可能也不能怪罪他，就可能他真的 mini， 可能下一次我们去别的国家他会还，可我们分手了 ，before that could happen。你应该 send 他一个 Excel sheet。等一下他发 TikTok video 来 shame 我，不要啦！你知道我就当做还学费，我就学了一个教训呀，算了吧，钱可以赚了，帅。可是我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愿意付钱的那一方哎，在我的目前的那个恋情当中，我也是属于付比较多的，可能98%of 我们的 expenses， 呀，真的假的？真的哇呀，因为我男朋友目前他是刚刚创业嘛，他的钱会投资回他的公司，所以 actually 我们的日常开销，然后我们出国旅游什么机票、酒店，然后全部都是我付，他会觉得很内疚，然后会说哦，那我要更努力赚钱，呀，我想以后想养你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就是我会把我们的 finances 看成是一体的，因为我们的未来就是一起的嘛，我就觉得我为他付 is OK， 就谁赚的多谁就付的比较多。那佳慧，如果你赚比较多的话，你会 expect 那个男生还钱吗？我不懂为什么我每次谈恋爱都是我赚比较多，然后男生赚比较少，然后我通常都是还是想50-50，因为我不喜欢来。那个男的跟我说 ，because you earn more， then you pay more。我有中过一次这样，那我发现我很 turn off，我觉得不公平，因为这是我努力，也是我努力赚的钱，我很自动的，所以我 OK， 我会很心猛，you know， 我还比较多，会自动一点。But for 你to 跟我讲的，我还比较多，我不喜欢。对 ，exactly，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say，就是要有同理心嘛，就是你不可以去 demand，and 你要心猛 ，really you need to 心猛，你就是要会做人。你有遇过前任比你赚的比较多的情景吗？交往了有吧，就没有，就不是女友。然后他们还钱的话，你会来拍谁吗？哇，这个我 serious， 我不会拍谁的。这种他要还我的贷款，我也是 OK 的。通常如果我叫女生帮我还钱，right， 不是因为我没面子，是因为我没有预算嘛。哦，你是说有真的发生过吗？有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们要付钱的时候，他很快，他就
他的卡是放在这里的，他就直接就，对，他就，他们干脆 Spiderman 这样。对啊，我就哇也太快了吧！那个收银员他看住我，like bro what are you gonna do? What are you gonna let her pay? Like 他看住我就 of course not 啦，我最早，然后我们两个就拿住2张卡对吗？那个男的就 sis let him pay. That's literally what he told me. 然后我就like OK。有一个我的朋友，他男的赚比较少，女的赚比较多，可是那个男的还是还比较多，因为那个男的也是 boy down to 自尊心，他是那种比较大男子气概的，所以他还是想要 provide for the girl， 所以也是有男的这样子。一开始 dating 的话，我是一个 provider 的 mindset，bank 差不多要到0块了还继续还，这是第一个前任啦，他好像弄丢了他的 AirPods。那天我刚发薪水不多，可能500多吧。第一天他跟我讲，第二天我发薪水我就买给他 engrave 他的名字。那时候好像是刚新的 Model 400多，加 engraving 的话。Oh my god！ 对，哇，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哇，他的，在他 AirPods 的名字，就是这整个月我就剩下50块了。他是个 lover boy。Oh my god！ 他的50，他50，他的50对，块，我的50块，他就剩下50块剩下50块。所以你还要为他花什么东西吗？他只是随口讲哎，哇，如果有一个 Switch 的话多好，哇然后 just 买咯，哦，然后 just 买。现在不是50块哦，哎，Yeah 现在 we go all the way up 哎。所以第一个感情永远是 puppy love， 所以你会付出的会比较多，就是埋怨自己傻而已咯。哭哎，为什么为什么要哭？想要 cry？哦， I don't know, he just sounds so sad. 他真的哭了，我 just like can I have 2 minutes？ 身为男生呢，也是要在能力范围当中，不可以说哦，因为 pride， 因为我是个 guy，then you overcompensate，then 你自己害到自己的生活，2个方面都是要 balance 啊。Yeah,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真的就不要去这么 calculative， 不要去这么计较，这个是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一个奥林匹克的比赛。那除了金钱方面，你们觉得还有哪一些方面应该50-50吗？哦，那比如说吵架的时候，你们会要求那个男方先低头吗？我有谈过很北大的男生，就是什么都让我赢的。我也有谈过很脾气暴躁，他什么都他要骂的。我看起来我2个我都不喜欢哦，因为我觉得我每次跟你吵架，你是让我赢，我想要听你的 perspective 也是，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有内涵的一个讨论。可是那个脾气暴躁的，哇，又弄到我整天哭哭啼啼的。对我现在呢，我吵架的话，我还是想要那个男生让我。可是如果太离谱的话，你也不能够让我得寸进尺。我的 rule of thumb 就是，女生喜欢男生包容，我们男生就得服从，就这样吧。你怎么？哇哦，我觉得他其实很成熟啊。不管我对还是错，我本身就会先说对不起，因为我觉得在大家生气的当中是很难去沟通。我爸每次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要争，你就争一个幸福嘛，对不对？所以每次想跟对方吵架的话，先想一下值不值得吵，不值得的话就不用紧了。那比如说时间和 effort 方面呢，你们觉得就是那个付出应该平等吗？ Plan this 方面，哇，这个我有一个金句，听一下，女生喜欢 surprise， 男生要 survive， 所以谁 plan 谁 plan， 男生。对 ，That's it。我是一个很喜欢 plan dates 的一个人，但我发现我有一个恋情，就发现他男生很习惯，就是说你那么会 plan dates， 你 plan 的也比我好玩，全部让你 plan。At first 我觉得 OK 很好，然后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东西也不错，然后到后面后我就觉得，诶，就他开始什么都不做，然后我心里很不平衡哎，然后我就会跟我的男朋友说，为什么你没有带我去这种特别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不可以。这种东西虽然我比较会 plan， 可是我觉得你需要 put in effort。然后他就会说 ，But I'm not good at such things。那我就更生气，我说 You cannot use that as a 借口，你不可以去 research 咩 ？There's a term for this, weaponized incompetency。I think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男朋友也是属于那种不会 plan this 的。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出去的话，我就直接跟他讲，然后他就会讲 OK，let's go。可是你不会觉得你也想要他做一点特别的东西吗？有时会这样子想，可是我转念一想，我就会觉得他可以在其他地方弥补以他的强项来弥补。OK， 比如说出国的话，那个行程其实都是我计划的，但是要带什么来 electronics 方面的东西，我就会让他来plan， 来要拍东西啊，他都会很愿意的帮我拍东西。可能我这样子的看法
是因为社交媒体，然后我一直比较，you know like comparing is very toxic。讲到出国的话，9月呢，我是要去的上海，他 MIA 了1个下午，他去找5天的 itinerary 给我，他去问一个导游什么好玩的东西，like China 的导游 WhatsApp 的，他给我看，哦，这个他讲这里好玩很好玩，like what did I do to deserve someone as good as her？ 就是从一个本身一个人 who keeps providing， 突然有一个人比我 provide 比我更多，我感觉到哇，所以我真的是很爱他，对找到对的人了哎，对，终于不要辜负你。对。那做家务方面呢？男生做，男生抹地、烫衣服、折衣服、煮饭 ，everything。我们不懂其他男生吧？我觉得做家务怎么说，很疗愈。我很喜欢洗厕所，就一个干净的厕所，对我来说是一个你的 inner peace 在那边，就是 peace man。我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我的厕所变成像乌节路的阿优一样的厕所。哇 ，It's different when 你上大号在乌节路 compared to 狗屁店。 You know me, brother。真的。所有的男生都很喜欢讲大便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男生喜欢洗厕所吗？为什么？因为通常都是男生在大便。我每一个前任哦，出门的时候，就我们化妆要化半个小时是吗？男生就在那边等，然后英博待机，然后我一讲 OK baby I'm done， 他讲 OK 我去大便。Yes sir。OK，but anyway，如果2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你跟你的老婆或女朋友，你会先站起来说 OK I go clean the dishes 吗？我觉得是看谁煮饭吧。我本身我本身是不排斥洗碗碟，其实我也是很喜欢洗碗碟。但我是觉得，如果我是煮饭，如果女生有主动自己收盘啊，她自动洗哇，我会来 ，man， 我明天的早餐啊、午餐、晚餐、宵夜我包。就如果男生煮，女生洗；女生煮，男生洗，这样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条例。所以我觉得只要做自己擅长的就好啦。那你们觉得就是50-50是好还是坏耶？我觉得是好。可是不可以是理所当然，就 no hard and fast rule，不能每一样东西都50。如果你这么计较，就你自己一个人相处，独自生活就好了。Agree。而且我觉得也很难做到真正的50-50啦。是你太计较的话，就真的很压力。你在谈什么恋爱，那么压力，你不会干脆去做生意。对哦，做和尚比较好。对啊，做和尚没烦恼。那你们对感情上有什么建议吗？多沟通，我觉得要互相理解。对，我刚才你说的后补，我觉得 it sums up the whole conversation。我也是觉得沟通最重要，可是我没有说50-50是理想最对的答案。如果你是女生，然后你要求70-30的话，in a 恋情就是金钱方面还是感情方面，that's totally okay。呀，我没有觉得说有对错。一开始如果你没有沟通好的话，接下来真的是很困难。真的，我感觉每个人都有听过吧？你这句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本来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你没有说明，还是你没有沟通好。我觉得 especially 男生就是你 don't be someone you're not。对，因为你就算得到那个女生了 ，it's you cannot sustain。对，我觉得50-50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啦，它其实背后想要看的是你到底真正爱不爱对方，有没有感觉到被爱。我觉得应该是双向付出的，双向奔赴的，然后应该是2个100，然后加在一起的。对，只要是100加100是 more than 200，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恋情。哇，那数学就错了。感谢大家收看，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